顶美渴望的可不是被爱好，而是被霸占。这是大部分中国男人都缺乏的一样东西，叫做杀气。什么叫做杀气？是征服，是带领，是碾压啊！是项羽破釜沉舟时的一个决绝，是吕布辕门射戟时的自信，是白起长平之战的狠辣。这些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他们身边是从来不缺美人的，因为他们身上的杀气就能够让女人去臣服。所以那些有能力但是却始终吸引不到女人的这些兄弟啊，认真看好。今天我会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让你学会从骨子里孕育出一股杀气。那这位兄弟呢，我们暂且称他为峰哥好吧。前段时间呢，他认识了一个顶美，这个美女啊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就是各种黑色系的那种，比如说大衣啊、长靴、高跟鞋，偶尔带点黑丝这种啊，妥妥的女王范儿。所以峰哥啊在他面前呢，就突然就变得不自信起来了。这个就叫什么？一物降一物。有一次呢，这个峰哥就好不容易酒壮怂人胆啊，单独约了这个女生出来吃饭。结果见面的时候呢，可能是 CPU 过载了，峰哥上去就跟人握手啊，就是那种谈生意的那种商务型握手。而且因为峰哥爱好滑皮划艇嘛，所以他手劲儿是比较大的。反而握手的时候呢，就给那个女生就直接疼的眉毛都飞起来了，就直接皱眉头了啊。不过这女生性格是真的挺不错的，她没跟这个峰哥计较什么，而且在1周之后，也因为一些商务上的往来，所以给峰哥送了一块手表作为回礼。后续呢，这两人暧昧了2个多月。有一次约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峰哥就看到这个女生做的这个唇釉是又亮又润，鬼使神差的就问了一句：“我能亲你吗？”不用多说，这个女生肯定是拒绝的。而且回家之后呢，他还跟峰哥说一句话，说以后我们还是做朋友。那峰哥肯定是不甘心的嘛，一呢是因为确实很喜欢这个御姐，第二呢是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峰哥也花了小几十个 W 他希望能够拿到一个结果，所以找到我了。来好，兄弟们，开始上课了。峰哥的问题你们也应该犯了。你们在约会途中，或者说是在约会结束之后去问女生说我能不能亲你，对吧？我能不能抱你？那这种行为就等于是洞房花烛夜了。女生已经把红盖头都给你掀开了，结果呢，你非要从炕上跳下来然后还跑到门口去敲门，礼貌的问一句说：“姑娘，我是良民，你能给我开门吗？”你自个儿说说扯不扯？这种看似尊重，实则极度不自信的样子，就是会让女人生理性反感。如果这种事情你都需要去问，说明你这个人说话做事永远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意，你才敢去做。你有什么杀气可言呢？你凭什么能够征服得了顶美呢？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呀？你应该一把把他搂过来，对吧？直接嘴可能他看上去会挣扎，但是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爽的。只要他对你有那么一丝丝的好感，他都会觉得这个男人好 man， 霸气，懂吗？这个就是我说的杀气。你不需要维持文明人的一个人性和理性，你只需要展示原始的一个野性和神性，那女人就会自然而然的被你吸引到。所以在我接手之后，我就带着峰哥嘛，花了大概大半个月的时间吧，同时呢也是在帮他做一些这些朋友圈建设接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段峰哥跟这个女生的拉扯。OK，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用这个杀气去强势征服对方的。那这天呢，这个女生就直接问峰哥说：“咱们周末要不就别去爬山了，太冷了。”那按照峰哥之前的这种调调估计就是直接说什么 OK， 那不去了，咱就找个商场逛逛，暖和，对吧？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峰哥的蜕变之后，他当时是怎么回的。他直接翻出了1周前女生说好的好想去避风沟洗洗肺泡泡温泉。他引用了这条消息之后呢，直接一个问号就打了过去，然后直接问：上周不冷吗？温泉酒店订好了，导游我也找好了，你现在跟我喊冷了，爱去不去，我可以喊别人。女生当时直接就秒回了，说：突然这么凶干嘛呀？很显然女生她当时就是真的有点懵了，因为这种强杀气的冒犯会直接粉碎了她对峰哥的一个认知，所以她先是会疑惑，但是她又猜不到原因，那最后呢，她就会恐慌。这个就是人性，超出认知的位置变化，就能够让人感到恐惧。不过峰哥呢，他是一点都不带惯着的他当时直接怎么回复的他说：那你找个不凶的陪你待家里吧我约别人去，行吧那女生这一次是过了20多分钟吧才回复说什么：不是，我也没说不去刚才只不过是跟你商量嘛，那你说吧，到时候几点出发，我来找你。看到没有？当你稍微的展露出一丝杀气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顺从你，更何况是个女人呢？那我们要给她台阶吗？可以给，但不能轻易给。
所以峰哥呢，当时就直接这么继续说的啊，就说我都给别人发消息了，你又变卦说要去玩我呢。当时这个女生就秒回了，说别啊，我给你道歉啊，你不是爱吃海鲜吗？明晚我请你，别生气了啊。OK， 女生这里呢就已经有足够多的诚意了，对吧？啊，那我们呢也可以见好就收。所以说峰哥啊，他当时故意等了10多分钟吧，直接这么回复的啊，就说不用道歉啊，我也没有怪你，只是我很讨厌别人放鸽子。单独吃饭也就算了，明晚有个饭局，你要去的话，我给你留个座啊。女生当时直接回复的说好啊，那我是需要穿正式一点吗？上次那套裙子怎么样啊 ？OK， 兄弟们看到没有？其实男女关系的本质，它就是一条食物链。你凶狠的像头狼，那他就会跟个小绵羊一样啊，咩咩咩的在你面前撒娇，可怜巴巴的依附你、祈求你、顺从你。可能啊，有的兄弟会觉得说，哎，这么做也太强势了吧，会让女生去抵触，对吧？但我告诉你，女生肯定会抵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形象是在不断的逆转、不断的拔高的，所以她抵触但无法反抗，而这种明明心里很抵触但又无法拒绝的背德感和荒谬感，就会让女人很爽。所以记住了吗？拿出你的杀气，该让她不那么舒服的时候，就不要让她太舒服了。那等到第二天晚上，这个女生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如约参加这个饭局。那峰哥当时也跟我反馈了，说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女生如此的精致且就做准备啊，就出现在了那个饭局上啊。重点就来了啊，饭局，重点不在饭，而在局。而我帮峰哥设计的这个局呢，其实就是3个字：修罗场。当天呢，我让峰哥在饭局上是约了好几个异性朋友，而且至少都是小美档次的。那既然是饭局，座次呢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峰哥找辆小美坐在自己的身边，反而把喜欢的女生安排在了对面。这么做的目的呢，一是让女生知道峰哥之前说的约别人不是在吓唬你啊，而是真的有底气。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座次的安排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是什么？阿伟已经死了，我不会再当那个痴情的软柿子了。如果你冒犯了我，那我随时可以惩罚你，流放你。那兄弟们也猜得到啊，女生肯定是非常不高兴的，对吧？啊，当时峰哥就跟我说什么，女生连餐具都没有动过，就一直坐在对面低着头，也不知道自己在想啥。而我呢，也是告诉了峰哥，保持对这个女生的关注，然后随时跟我进行匹配。但是呢，一定不要把这种关心给表现出来，毕竟是女神。当时等到晚上8点过的时候吧，这个女生就走到峰哥的身边，悄悄跟他说了一句：“我先走了。” OK， 到这里呢就特别的关键了啊！女生想提前离场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兄弟们要注意，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想提前走了，你是不是会好好的解释一下，说我明天要上班啊，或者说我家的猫还没有喂，对吧？等等，你把理由拿出来，其实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因为如果说你什么也不讲究，说要走的话，别人会担心你是玩得不开心，没有把你照顾好，那别人就会开始内耗。而女生这里啥也没有说，就一句想走了，这个其实是不太尊重峰哥的啊。但是啊，以峰哥现在的格局，肯定是不惯着的，所以他当时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怎么说的？他就跟这个女生说：“想走就走，不用跟我讲啊。”那当时这个女生真的是耳根子的红，满脸写着我很委屈。后面呢，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吧，都没有再主动跟峰哥说过一句话，就坐在门口那个小沙发上闷闷不乐。但是他就是没有走，懂我的意思吗？不管他再怎么去不高兴，他都选择了留下来。等到饭局散场的时候呢，我当时专门提醒了一下峰哥，这个时候啊，一定不能再去凶这个女生，有些事情呢过犹不及，而且这个女生本身也是不坏的啊，我相信峰哥也不想伤害到她啊。所以散场的时候呢，我就让峰哥直接跟其他姑娘说路上小心啊，下次再聚。然后呢，就走到这个女生的这个小沙发旁边，也不说话，就坐那儿陪着这个女生啊。刚坐下没2分钟啊，这个女生就问峰哥说：“你走啊，你管我干嘛？”当时啊，我就让峰哥佯装要走，就说：“哦，那我走喽啊。”结果这个女生直接就破防了，当时直接就委屈的都快哭出来了，拉着峰哥说峰哥是直男，说今天晚上欺负他了啊，还说不给他面子等等，甚至还说峰哥最近一直都还挺凶的，他蛮委屈蛮难受的。这个时候啊，我就让峰哥自由发挥了，反正在场的也没有别人嘛，对吧？把心里的话好好说出来，给女生一点安全感啊，那就够了。那后来呢，其实哄这个女生哄了挺久的，2个小时左右吧。这2个小时呢，其实也不全是哄，主要2人聊得比较多啊，聊得也比较舒畅。当时啊，餐厅都要打烊了，
带着这个哄好的女生，因为这个女生一口没吃嘛，就带着这个女生去干嘛？去吃夜宵去了啊！结果夜宵是干嘛呢？好像是去到峰哥的家里，还是那个女生的家里，就是这个峰哥给这个女生下碗面。反正最后呢，当天晚上这个峰哥，就是他说的是他俩没有在一块儿啊。峰哥睡的是沙发，那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我先提前祝福啊。这个故事呢，我就先讲到这里。我希望兄弟们一定要学到精髓，不要乱用。如果说你的问题有点类似，或者说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女生的细节。不一样的女孩子，她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力，她喜欢的强男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啊，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啊、技巧啊这些，强者都是讲人性的。我是肖哥，下期见。